我这里想向大家再进一步说明一下，刚主持人已经讲得蛮清楚，就像这次《苹果日报》被捕人员面临的是中共的政治案件，他们遭到的是政治迫害。那这意味着什么？台湾和香港的民众啊，在自由社会里生活久了，会不自觉地按照自由制度之下的法治来看待中共的政治迫害。那么就马上会想到说，证据足不足啊？这个理由充不充分啊？是不是正当啊？对不起，共产党的政治破坏永远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的。他哪里会重视这个所谓的重证据，还有无罪推定？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共产党政治破坏的标准做法是什么。共产党政治迫害的标准做法是倒过来的，我把它归纳成16个字，叫做有罪推定，先量刑期，后找理由，司法听令。这16个字，如果落实到台湾去，那每个字都是一副手铐脚镣。所谓的有罪推定，就是按照中共的政治需要，先确定打击什么人，凡是在政治迫害范围内的人，事先一律认定他们有罪。那么所谓的先量刑期，就是在抓到人之后，由上面先确定政治惩罚的尺度，决定是判轻刑还是重刑。所谓的后找理由，就是说先按照判刑的需要来搜罗各种借口。如果找不到证据或者借口不足怎么办？制造假证据，或者是办案方自行编造证据。反正没有自由媒体，我怎么编的？我说它是就是是，说它这个证据是真的就是真的。你不许跟我说你这个证据不可靠，你连讲的地方都没有。所谓的司法听令，就是表面上检方、警方、法院是独立办案，实际上检方、警方、法院通归中共叫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。那么下达了办案的办政治案件的这个命令以后，警方、检方和法院是奉命联合办案，互相配合，连律师都必须听上面的要求，协助法院去说服被捕者，以便相关的警方、检方、法院来完成上面的政治迫害的意图。那么其中的黑暗的手法更加是五花八门，除了刑讯逼供，还可能变相折磨。中共对自己的高管都是这样子啊，这个为了套口供，比方讲强光照射，照几天几夜，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许睡觉，几天几夜不许睡，限制他饮水，还有提供最差的食物，再就是拘捕家人，用子女的前程加以威胁，包括在注射药物让他精神错乱，这些都是变相折磨常用的方法。中共的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被捕以后，关押了很久，到审判那一天，他在法庭上讲一句话，说今天总算吃了一个咸蛋。这可怜的陈述说明什么？为了让他乖乖的配合中共，让他在法庭上认罪，长期是给他最坏的食物，来摧毁他的精神，让他产生彻底的绝望。最后要审判了，早上赏他一个咸蛋，他就已经很感恩戴德了。这套手法都是苏联的克格勃折磨政治犯的套路，原本的当年交给中共，然后中共多年来又加进了自己的创新。那么中共在江西的山寨里头，在延安割据的时候，一直到中共建立政权以后的各项政治运动，历来是这样做的。可能只有80年代这个情稍微少一点，但那时候非政治的冤案依然非常多。在中共之下，几乎绝大部分被判罪的政治犯都不得不认罪，不管罪名多荒谬，也不管他内心怎么想。如果不认罪，所受的折磨就是无穷无尽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从这个共产党政法的特点来看的话，你就能懂得共产党抓人的过程和自由社会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我不会太认真看待中共对《苹果日报》被捕人员所加的罪名，我也不会咬文嚼字的去分析这些罪名是不是有充分证据，是否合法，因为在这方面，中共的办案方针就是克格勃的套路，
和自由社会完全相反的。或许我们有的观众朋友会难以相信，说中共有那么黑暗吗？真实的黑暗比我刚才讲的要严重得多。这里需要明确一点啊，在中国真正的刑事案件，就是比方讲伤害罪，和政治案件它的办案套路是不同的。刑事案件在大陆通常因为不涉及政治的话，上面不会有什么好恶，办案过程相对好一些。但是办案人员自己的个人好恶可能会影响到办案结果。那么政治案件在大陆就不同了，政治案件往往是上面确定了办案范围、办案方针和办案结果之后才开始行动的，从头到尾都必须服从上面的政治需要，因此本来就是政治意图彻底介入的案子。那办案人员面对政治案件，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样完成上面交代下来的政治任务。如果完不成这个政治任务，办案人员自己就会面临政治迫害。起码他得讲清楚你为什么政治任务执行行动不力，是不是和上面的方针有抵触。然后就是你家人的处境，你个人的前程你还要不要了，都会受到牵连。所以讲，大陆的政治案件的办案人员都是木偶人，上面让他怎么动，他不能有个人的意愿、良知或者理性。过去的香港警署、检方和法院都是按照英式的自由社会的训练来运作的，他们没有受过中共那套克格勃训练。那么上面我讲的那套黑暗手法，香港警方原来的那些警员可能不太愿意做。那么现在香港行政部门办理这次苹果日报政治案的，新设了一个叫做国家安全处，这里面的人应该有不少从内地派去的公安部门的政治保卫人员，公安部门都有一个政治保卫处，这部分人还有国家安全部的特工，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中国克格勃，他们太熟悉那些黑暗手法。这样的话，由这样的人来办案，不但能够按克格勃标准办得很毒辣，而且一定会按中共意图办成，而且是这些黑幕，办案的黑幕是不会露出来的。加上现在香港所有媒体都很乖巧，要不是明目张胆的喉舌，要不然就是装扮成媒体的喉舌。所以对香港而言，苹果日报之后没有媒体了，只剩下喉舌。你能指望喉舌去打听中国克格勃的手段吗？所以对对中共来讲的话，在香港实行所谓的国安法，就是把中国大陆的特务政治和恐怖政治正式引入香港，这个就是一国两制最后必然会发生的结局。